欢迎来到一群营养师，给生活加点营养。有1/3的人呢，一生中至少出现一次耳鸣。那耳鸣呢，虽然不是一种疾病，但是持续性的耳鸣却非常恼人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跟你们分享一直耳鸣怎么办？那饮食跟保健食品该怎么吃呢？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能发生耳鸣。那耳鸣的常见原因呢，包含有像是听力损失啦、头部受伤啦、耳部感染跟堵塞，还有药物等等。那其他不常见的原因呢，包含像是梅尼尔氏症啦、肿瘤啦、血管疾病啦，例如像是高血压、动脉粥状硬化等等。那耳鸣呢，有可能发生在单侧或是双侧的耳朵。那即使没有外来的声音呢，耳朵里面可能会出现像是嗡嗡声、滴答声，或是嘶嘶声、脉动声，或是其他的噪音。耳鸣时的音量啊、音频因人而异。那发生频率呢，很可能是持续性的，或是偶尔发生。那持续性的耳鸣啊，很可能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小的影响哦，包含像是听力啊、情绪啦、睡眠及注意力的伤害。那也可能带来像是头痛啦、疲劳啦、注意力不集中，还有记忆力变差等等。那甚至会产生忧郁、易怒等问题。那么我们常听到的耳鸣会补充的营养素效果如何呢？银杏叶是最常被用来改善耳鸣的草药成分。那里头呢，最重要的活性成分是类黄酮及2萜类化合物，有抗凝血、抗氧化、清除自由基等功能。那作用机制呢，主要是减少耳刮的自由基伤害，或增加血流量，维持内耳健康来减少耳鸣。但是啊，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看来啊，银杏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不一，而且也有副作用，例如像是肠胃道症状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，还有抑制凝血等等。因此，美国耳鼻喉科医学会啊，在2014年的时候所发表的慢性耳鸣临床治疗指引当中呢，并不建议使用银杏来治疗耳鸣。褪黑激素呢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荷尔蒙，用来调节睡眠及清醒的周期。褪黑激素呢，对于耳鸣的作用呢，包含像是抗氧化、清除自由基以及调节血管等等。那由于研究样本及方法的限制啊，某些研究呢，虽然发现褪黑激素对耳鸣有效，但是证据等级并不高。不过褪黑激素呢，似乎可以改善与耳鸣有关的睡眠障碍。锌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。那根据研究指出呢，耳鸣患者有2到69% 缺乏锌，而且在老年人当中呢最为常见。有些研究发现啊，补充锌对于耳鸣有效的原因在于耳鸣患者可能有缺乏锌的情形。那尽管补充锌的潜在副作用比较轻微，例如像是胃部不适啦、腹泻啦、头痛等等，但是锌对于耳鸣的改善作用啊，并没有很强的证据。研究发现啊，补充比较多的维生素 B12 可能会降低耳鸣的发生。那这或许是呢，因为耳鸣患者相较于一般人啊，维生素 B12 缺乏的情形更为常见。那有些人补充 B12 之后呢，耳鸣严重程度改善，但是整体的研究结果并不显著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维生素 B2、B3 的摄取量减少呢，也被发现与耳鸣及耳鸣相关的困扰有关。那什么样的饮食方式对于耳鸣有影响呢？研究发现啊，高饱和脂肪跟低蔬果摄取的不健康饮食与耳鸣的风险增加有关。那可能是因为血脂问题及心血管疾病使耳鸣发生，那听力损失的几率增加。摄取比较少的水分与蛋白质呢，与耳鸣困扰显著相关。那此外啊，在另一个研究还发现，每周1次或是多次摄取鱼类作为蛋白质来源呢，持续性的耳鸣几率降低。摄取高纤蔬果及谷物能够降低耳鸣的风险，可能机制为高纤维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及胰岛素敏感性。那在过往的研究中发现，血液中的胰岛素过多啊，以及胰岛素敏感性降低，会导致内耳障碍以及耳鸣的风险增加。那纤维呢，除了能改善胰岛素敏感性之外，与血管健康也显著有关。那高纤饮食呢，有助于维持血管健康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从而降低耳鸣的风险。大多数时候啊，耳鸣并非与严重疾病有关，但是如果耳鸣的声音很大，或是持续不停止的话，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。
如果耳鸣状况啊持续不改善，就必须看医生，找出导致耳鸣的原因，才能进一步找出解决耳鸣的方法。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到你，记得分享给你需要的家人朋友，别忘了订阅给生活加营养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